presidents allow China to get away with is absolutely criminal, but I'm not like the other presidents, and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under President Trump. It's just not going to happen. After all of the abuses they've perpetrated, China's attempting to impose additional unjustified tariffs. Just so you understand, they all got rich because of that. Now, when we do it, oh, it's so terrible what Trump is doing. It's so terrible. They got rich, and not only China, many countries. That's why additional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are in place effective midnight tonight, 104%. Until they make a deal with us, that's what's going to be. China wi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 really d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 just don't know how to get it started because they're proud people. China will now pay a big number to our treasury. This is all taxes. And don't let them keep telling you that this is a tax on our people. I hate that. You know, they say it's a tax. No. 大家好，我是小强。这两天全球市场震荡得像过山车，一连串爆炸新闻全都围绕着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风暴。这不仅让美股暴跌，让华尔街炸锅，就连马斯克都忍不住出来炮轰。这不是简单的中美贸易摩擦，这是连锁反应全球大震荡啊！中方已经正式反击，全球经济为何进入危机深渊？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关税战争的面纱。2025年2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4195号行政命令，对所有中国大陆进口产品征收10%的新关税。同日中午13:01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自2025年2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2025年3月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至20%。中国大陆当天做出反制措施，宣布对美国鸡肉、小麦、玉米和棉花征收15%的关税，对美国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和乳制品征收10%的关税。3月4日，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辛巴武通话后，宣布将对美加墨贸易协定涵盖的商品的关税加征推迟至4月2日。3月7日，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的乳制品和木材产品征收高达250%的关税。3月9日，加拿大自由党领袖马克·卡尼当选新任总理，表示将继续执行报复性关税措施，支持美国表示尊重。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说，宣布将4月2日定为解放日，并实施新的双层关税制度。一个是基准关税，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里说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除外。第二个是对等关税，针对约60个国家，基于美国政府认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征收额外关税，关税税率从11%至50%不等。4月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关税从此前的10%提高至20%。4月4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2025年4月10日12时01分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34%关税。商务部将16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有11家美国实体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4月9日，对约60个国家的商品实施额外关税，包括中国商品的关税总额高达54%。全球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2025年4月10日，中国对美国商品加征34%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特朗普喊话美国人民挺住。事情的起点其实是一段视频，特朗普转发了一个支持者的视频，开头就说股市崩盘是故意的。接着特朗普发文喊话全国人民挺住，意思很明确，他认为这次市场暴跌是某些人故意搞出来的，为了打击他，但他强调别怕，这是在改革，要坚持住。补充一下这个说法现在在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很严重，是很能煽动情绪的。支持者觉得特朗普是受害者，反对者觉得他在甩锅。更炸裂的是，连奥巴马都出手了，他说了一句狠话：我们不需要一个自封的国王，为独裁者、到处惩罚敌人的人
再来4年。他还直接批评特朗普征收关税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这很不寻常。美国前总统很少直接点名攻击现任或竞选总统，奥巴马这番话释放了一个信号，他开始出手了，可能要帮民主党挡下特朗普的势头。然后你就看到美国几十个城市同时爆发抗议，数千人走上街头，标语喊的就是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名字，怒斥他们搞裁员、搞经济改革、搞移民政策。关键点是，这是特朗普宣布关税政策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街头大反扑，说明老百姓的焦虑已经开始显现，怕工作丢了，怕物价暴涨，怕生活更难。特朗普的新关税方法一公布，马上被骂胡搞。不光是中国不满，美国自己的智库、投行，甚至国际贸易组织都说这个算法完全没逻辑，根本不是标准做法。我们简单理解一下，关税本来是一个国家要收税就得讲规则、讲程序，但特朗普这波操作像是拍脑袋定出来的，税收怎么算的，说不清道不明，搞得人心惶惶。有美媒爆出一个重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看不下去了，声称准备辞职。说白了，他觉得这个政策太荒唐，但特朗普根本不听他的。这很关键啊！如果财政部长真走了，意味着特朗普团队内部已经撕裂。经济政策如果没人掌舵，那市场只会更乱。还有，这波关税政策直接打击了股市，全球500大富豪的净资产在这几天的暴跌中直接蒸发了5360亿美元，这可真是历史性的一击。我们来了解一下大背景啊。美国暴跌的影响力不只限于股市，它波及到了全球富豪圈。以往股市震荡的新闻最多是讲个别股票的暴跌，但现在是连带拖累了整个财富层级，富豪们的资产缩水，个个都受到了打击。说到富豪损失，特斯拉的钢铁侠马斯克可真是没逃过。2025年初以来，马斯克的净资产缩水了整整1300亿美元，这让他成了全球前10大富豪中缩水最厉害的一个。有趣的是，大多数的人都知道马斯克财富大多与股市挂钩，所以一旦股市大跌，他也跟着受苦。话说回来，这次损失对他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想跟着他飞起来的投资者来说，显然很难接受。欧盟这次可不打算坐视不管，纷纷坐在一起，决定采取第一套反制措施，准备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当挑衅，一举反击。我们仔细看一下，欧盟一直在考虑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战争，而这一次，欧盟内各国终于达成共识，准备共同反击。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少不确定性，欧盟的统一战线可能会让特朗普头疼一阵。华尔街的高管们也急了，纷纷拨通了美财长的电话，他们要求特朗普收手。没办法，大家都知道，继续下去不仅股市受害，全球经济也会陷入困境。背后猜测一下啊，这些金融大佬可不是开玩笑的，毕竟他们每天要面临的都是几百亿的资产波动，如果这些政策继续，可能连他们的赚钱机器都会停摆。马斯克的火力全开，这次他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开炮，指责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关税派简直让市场瘫痪。他说自由贸易才是未来，关税完全是个死胡同。我们八卦一下，马斯克向来以敢言著称，大家不难猜到，他一直主张通过自由贸易来刺激全球经济发展。这一番话既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反对，也可能是在为特斯拉的未来做铺垫。不得不说，这些大佬们真是为改变而战。近期，科技界和金融界的知名人士齐聚海湖庄园，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与特朗普讨论常识。大家都知道，关税政策背后恐怕有不少奇葩想法，所以大佬们必须去纠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会本身也很有象征意义。毕竟海湖庄园可不仅仅是一个度假胜地，它是特朗普的后宫，很多商业决策都在这里进行的。如果这次大佬能够影响特朗普的决定，那这次会议就绝对是历史性的。多盟国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迅速启动了内部磋商，力求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面前达成一致意见，并准备联合反击。背后的隐情是，
东盟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次他们的联合立场标志着中小型经济体在面对大国政策时不会轻易退缩。看样子，特朗普在全球的反响已经让一些国家开始站队。面对美国的单边行动，中国自然也没有沉默。中国政府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滥用关税手段，并准备采取相应反制措施。这火药味十足啊！在中美两国的贸易战中，关税就像是双方的最后一招，中国显然已经准备好硬扛，并且这次的反击措施不仅针对美国的单边行动，也是在向全球展示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上有足够的话语权。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放话，说中国的经济受关税影响比美国更严重。他甚至夸口说，美国的政策带来了5万亿美元的投资，并表示这是一场经济革命。这是典型的特朗普风格啊，他总是喜欢把自己描绘成胜利者，而这次则强调中国经济的失败。当然，特朗普的说法也不无根据，但他这一番话能否真的改变市场信心，还得看实际效果。4月4日，中国宣布将对关键的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这些元素对美国的国防科技行业至关重要，影响面之广，简直让人无法忽视。这次真的钓鱼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稀土生产国，稀土的管制措施将直接影响到美国的高科技行业，尤其是航天、军工等关键领域。对特朗普来说，这无疑是对他关税政策的一个强烈回应。中国方面态度强硬，但依然表示愿意随时与美国进行谈判。这表明中国虽然不怕反击，但依然重视与美国的沟通。这核心点是，中方的回应很有策略，既表达了不容忍美国不公正做法的决心，也释放出谈判的信号。这种双重信号可能为未来的磋商埋下伏笔。4月10日起，中国对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的关税。这波操作绝对给特朗普带来一个痛击啊！而且显然不仅仅是经济手段，更是国家利益的捍卫。在这套反击下，加征34%的关税，不仅仅是在回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行为，更是在告诉全球，中国在经济决策上有足够的反制能力。看得出，中国对这一系列美国的关税行为已经准备好以牙还牙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新闻真的是全球市场中的一场大地震。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风暴不仅让美股遭受重创，全球富豪也都感受到寒冷，而全球各国各大行业似乎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力反击。接下来事情到底如何发展，我们依然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关税战注定不会那么轻松的结束，各方博弈，利益角逐，只有最强者才能笑到最后。截至发考前，美对华关税提高至125%，同时暂停90天，针对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高额关税。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声音，你们觉得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经济革命还是政治赌博？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我会亲自回复一些有趣的评论哦。如果你喜欢这类有情绪、有深度的解说，不要犹豫点赞一下，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他们也来讨论这场全球经济的风暴。还有，记得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爆炸性的分析。每周都有新内容，绝对让你 get 到最新的全球经济动态。最后，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讨论的话题，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挑选一些留言在下期视频中回答。期待和大家的互动，咱们下期再见。